今天我们聊钟明轩、艾丽莎莎馆长如何被抹黑红黄。馆长是不用说，天天被造谣，还被绿色司法保护了一番。里长当然也是对方想要重点渗透的对象所以我们要做什么？所以我们应该事前的告知，我们要保护他。这边闲聊斩首事件，检察官用恐吓公众、恐吓危害安全当起诉理由，有点勉强哦。151要让不特定社会大众陷入集体恐慌，公安受损，这检察官是不是连特定跟不特定都搞不清楚？305要分主客观来评论。以前我做过影片了，聊下去又是一长串。简单判断依据是馆长是否为附送、玩笑、政治语言、直播效果。换句话说，就是馆长是认真的，还是单纯的嘴秋？再者，还要评估赖神怕不怕。假如馆长被判刑，以后赖神可能又要多个赖超速的称号了。人生成就至此，岂不快哉？钟明轩跟艾丽莎莎以前就被恶搞过，这时候就已经知道有政府会补助，有补助会造谣。以前我不是很喜欢这三个人，一个踩捧的太用力，一些言论夸大但存在破绽；一个哗众取宠，很懂刻意制造话题跟流量；一个非常有主见，举世皆醉我独醒。可是随着时间流逝，我们看到踩捧有理，不跟 DPP 同流合污，支持白银，流量跟课程也是愿打愿挨啊！敢爱敢恨，被大量网暴后还能好好活着。OK， 闲聊完了，我们进主题，先聊馆长，再接钟爱。近期馆长2大造谣，其一是绿媒在那边胡说八道，陈之汉他去18天，提早8天就回来。真正的问题，提早8天就回来，我去了14天。你第一个就讲错了。现在的名嘴就是这样，连这种最基本的查证都可以免除。郑丽文去了以后，一股也帮了，连他之前去的时候很有钱的金主都不见了。这次的流量至少20个亿，光我自己的账号，我个人的号还不包含整个全部抖音、B 站、快手、小红书，整个 B 站的超过20个亿，随便搜都有啊。三立民视是不做功课的吗？绿嘴做的就是不求证的带风向，跟他们的观众说馆长没流量了，人气尽失。他做梦也想不到，因为退货制度，所以你就算买了1亿，可能3天5天之内就把1亿里面的7、8千万都把你退货掉。卖了1亿，被退了7、8千万，你这个数据哪里来的啊？商业角度看，1亿如果被退货7000到8000万，那营运成本会爆表，几乎赚不到。订单拣货、包货、运送、退货、收件、线上下重新补货、负评处理等等，我只讲容易懂的。问题还是在于王瑞德，你这个数据从哪里来的？我不知道他弄了半天，搞了半天，最后连自己人格都出卖了以后，可能到后来也是白忙一场，最后给我们配谈配挪，这样划算吗？不查证，甚至无法查证就乱喷，谁不知道你的人格都卖给三立了？你这种东西才会被唾弃。假设有一天发钱的从三立变中天，就会开始捧馆长。这些人的本质就是这样。我们的馆长陈之汉，他说台湾不是。你看这个东西啊，根本不是我打的台湾 YT 不能没有我，台湾这个东西不是我打的啊。荔枝配是怎样，连这个文都可以造谣？这什么节目？我们在什么环境？这什么政治？他们做假新闻做成这样，这电视台不是馆长的发文，你们也能大做文章。陈之汉跟郑丽文可以是荔枝，那温朗东跟吴静怡不就是瘟疫？大野党也不能没有我自我感觉太良好了吧？这两个 OK 嘛，就是他是个 YouTuber， 讲这个 OK 是。在野党也不能没有我，意思是什么？他要加入在野党啊！这次去机场，一大堆人说馆长你出来选，我们绝对支持你。文昌配已经过去了，对，我们今天荔枝配。我那天是说很多人叫我出来选，我说我出来选我就过不来大陆，我就讲这样。他们说我现在想出来选，我还要荔枝配。撇开事实，节目每天追着网红跑，见缝插针，极尽人身攻击。我真想知道你们是不是都没有父母子女，都没人跟你们说这些行为像弱智小丑吗？上面就说过了，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讨论这个有什么营养，如果有，那也只会是营养鸡排。你们管他选不选，后面还一堆屁话，我懒得播了。对这种烂节目来说，事实不重要，只要让青鸟吃饱就够了。接着网军侧翼在到处散播，让你没办法反驳，将谣言成为一个事实。第二个造谣
角是 DPP 开记者会指控馆长的员工性骚扰，由这些专门践踏司法的杂碎所组成。我们先看指控内容，我大概讲一下过程。三重店长表示爱慕后 ，A 小姐不接受，之后被三重店长逼退。好友 K 教官约她到泸州馆，然后又沾到泸州店长了。突然 K 教官就传讯息要 A 小姐请店长吃自己的海鲜，然后又跟前一个店长一样聊到半夜5点，都是店长都可以聊到半夜，真是凑巧啊。镜周刊这系列又多了知情人士 ABCDEXYZ 在爆馆长料，说馆长经营的是银窟健身房，要信的就自己去信吧。这种垃圾媒体我也懒得评论了。就是我所经历的一切，绝对不是只有发生在我身上。我在三重馆的时候任职不到1个月，被我们的店长所追求。趁我到家之后，从1点打电话给我到3点，持续了1个月。然后他跟我告白，我拒绝了他。他是店长嘛，他有权利处理任何的资源分配或是等等什么的。看到他我就觉得蛮恶心的，请病假请很久，他就以此为由让我签下自愿离职。然后我就再问我的好朋友 K 教官，就说刚好泸州现在缺人，通过培训之后，我又在泸州馆任职。泸州馆的店长是对我还不错，我就把这件事情跟我的 K 教官汇报说他对我还不错，他就竟然叫我献身给他，我自己是非常意外。我在聊公事，你为什么要叫我跟他在一起？后续的事情就是我持续的被店长霸凌嘛，像是讲说工作能力不行啊，我是花瓶啊，在会员面前揶揄我的体态或是我的运动表现。我一直有跟 K 教官汇报，但是他就是置之不理，他也觉得说那是我的问题，好像全部都是我的错。我被霸凌到我受不了，我开始请病假，我是被胁迫签下自愿离职。接到性平调查小组的电话，我当时是表示我没办法配合，他们就一直旋转我。19号打给我，21号就要从我家到那么远的地方，而且还是你们的地方，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可能单枪匹马过去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因为那是他们的场子。大家对我剪辑能力可以放心，绝对全都是重点跟脉络，只是我看出了很多破绽。这个故事漏洞百出，但是第一句就是风向用语。我们看馆长说什么。这个女孩子从2025年10月15号就离职了，在2026年的1月13号，我们在哪里发现这件事情？在脆上面有人把这件事情播出来，可能是当事人，可能是当事人的朋友，他那时候是讲言语性骚扰。在1月16号，我们成立了性骚扰调查小组，我们组成了性骚扰调查小组，发文给2个当事人，我们有证人、有主管、有律师，全部介入了，而且我们也寄挂号信，因为之后劳检来，我们也要通报，我们要完整的记录说我们怎么办的，全部都有相关的证明。我们挂号信去，他不收，他没有收，于是乎我们有致电，我们要请当事人来，2个要对质，我们律师也都要请来嘛。女方表示身体不适，她没有办法到现场。刚好我处理过大量的性平案，目前我经手过的性平会议，没看过当事人不到现场的。即使最严重的案件，当事人也必须到场。所以言语性骚可以对 A 小姐产生这么大的压力，怕到只能找民进党开记者会。看来 A 小姐不怕哥哥报复，只怕弟弟站起来。今晚过后，弟弟就能站起来了。接着看记者会。2024年的7月1号的时候 ，A 小姐是在这个三重馆来任职，她受到这个店长长期的追求，造成说她的心里有非常大的压力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由于对方追求不成，给她非常的群体的压力也好啊，到整个公司里头的公司的霸凌情况。她其实在7月多任职之后，在8月的时候已经出现这个精神跟心理上有很多的状况了。直到2024年的11月13号的时候 ，A 小姐离开了三重馆，当时她的情况，她是被迫签下了自愿离职书。之后呢，她就前往到泸州馆来进行任职。不过呢，她在这个过程中受到非常严重的这个性骚扰的言论，还有公司里头的这个霸凌，因此她最后也签下了这个自愿离职书。医生诊断之后呢，她就病名为广泛性的焦虑症
创伤后的压力症。首先，这马检每句话都得剪，一直在这个那个，口条不太好。其次，我已经替江祖平做了3支影片，虽然性侵跟性骚都是零容忍，不过以大众认知，三立的规模跟严重度确实远比成吉思汗大。怎么我都没看到民进党替江祖平开记者会？你们非得把双标跟意图做得这么明显吗？做到连国中生也看得出来的程度吗？因此呢，这个成吉思汗受到了一些压力，在1月19号的时候呢，就启动所谓的性平调查小组，试图以诱导性的方式呢，打电话跟这个 A 小姐来联络。不过对方 A 小姐已经告诉她精神状况就是不好。对方呢，甚至还说什么我愿意帮你出这机人车的来回的费用哦，希望他可以来出席。当事人的身心状况呢，其实受到长期的言语霸凌之后呢，没有办法无力来招架的。可以看到成吉思汗呢，依旧是想把整件事情轻轻的放下。我们看到这个馆长他对于他旗下的这个成吉思汗所有的分馆的管理，看来是出了很大的问题。整个性骚扰过程，这不只是单纯的性骚扰，这是一种职场上的权势性骚扰。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成吉思汗这边做出任何的正式的处置，直到今年在1月份，在这个网络上事件爆开之后，他们才紧急做了一个止血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他们是层层掩盖，互相的协助加害者来进行掩护也让 A 小姐痛苦不堪，被迫签下所谓的自愿离职书。那这也代表说，在成吉思汗的整个职场的管理上面出了非常大的问题。前面说成吉思汗有联络 A 小姐 ，A 小姐拒绝联系，身心状况差，所以成吉思汗错误处理。后面又说成吉思汗没有任何处置，这是哪门子的鬼打墙？戴伟山学生时代就开始搞政治，太阳花的一员。观众们记得一件事，只要看到太阳花成员转民进党，一律列为台湾毒瘤。太阳花本身就是个假社运，完全不懂，仅单纯来凑热闹的至少90%。洛狗这支影片做得很好，戴伟山或许有学历，但他的本质却是个泼妇。赖清德的安全有那么重要吗？从我来讲，没有，这个我要严正抗议。元首的安全当然是最重要，没有，我觉得不能这样说话。对中华民国祸害最大就是赖清德，这是我的立场啊。刚刚在这边讲就讲统一，你要不要听听我数落？没有，你在这边讲统一，那你要不要干脆把你的护照、把你的身份证都改成中国的？你那么喜欢就到对岸去啊！我的主张就是要统一啊！那你的主张，你不知道我主张统一吧？中华民国，你主张统一，那你就是叛国罪嘛！台湾谁有资格叫人家去做什么人？请问谁有这个资格？政治立场的不同，凭什么可以断定人家要在哪里，要做什么人？这种态度啊，这种立场，你没有资格叫人家去做什么选择。没，他就先行者啊，你没有资格，不会啊，他应该要身体力行，连父母亲都没有，你没有这种本事，用嘴巴讲就好好做啊，不应该这样子。你不要生气，我怕你高血压，我怕你高血压，我身体健康的人。插话诡辩爆冲，叫不同立场的人滚去对岸。戴伟山，世界上根本没有台湾国，你这些话已经公开违宪，公然叛国了。要理论这些屁话，我建议你身体力行，先宣布独立，或者把护照改台湾国。还有你的谈吐太舔赖了，配合度这么高的吗？怕误会你，我们再检视一次戴小姐，看这教养有多赞。刚戴伟山讲了一大堆，那你就停啊！你就说这是养套杀，这是统战，那你应该做的事情，我们又要帮着替你求情，该罚钱就罚钱，你干脆把他关起来好了。那你应该喊咖！你民进党从蔡英文到戴清德干了10年了，你有喊咖吗？
你刚刚特意举那些例子来打脸我，我不会跟你计较，我没有关系啊，是我们凹人家比较多，我们没有凹人家比较多，他们所有东西都可以卖给我们吗？没有，他们有好多东西都卖来台湾。你看从各个平台，所有东西都可以卖给他们吗？从淘宝、从虾皮，有非常多的工业产品也都卖来台湾。为什么还没贸易本来就是这样？为什么是贸易这样子？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喊卡，我们这些东西，所有的民进党敢吗？种文旦的、芒果的。这些农渔产品的民进党赖清德敢说，因为他是境外敌对势力，因为他们养套杀，他们是统战，所以我们通通喊停。你不要误会我支持你要走，你要归头的嘛，你就嫌人卖，你就莫跟人往来啊。不要说一套做一套。如果你真的认定他是威胁我们的境外敌对势力，那我们就跟他一刀两断。这样子讲不对。你看，像美国现在也对中国之间彼此之间也是关系很不好啊。可是大家还是会互相采买东西呀。是习近平要同意我们。互相这个都是本来就是应该要互相有这个贸易行为，这都非常正常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长期来占人家的便宜。红线在哪里？你可以至少同意我这一点吗？我们从 A 克法从连战那以来，马英九的 A 克法连战的破冰之旅，我们一直以来在占大陆便宜，这不是事实吗？观众听得懂戴小姐在讲什么吗？我不知道你这些学历是真是假。高手是不会当舔狗的，因为不需要仰赖别人的鼻息。看你谈吐是充满仰赖啊。假设学历为真，那你念了这么多书，结果最后的形象是泼妇。很多人说你像吴兆尧一样没教养，建议你可以多听多看，还有检视自己是否对得起国家给你的学位。我们看到在这样子的差异底下，这个完全是云端比这个土地，完全这个高度是没有办法比的。讲难听这一点就是懒觉比鸡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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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懒觉比鸡腿。你在那叫什么？懒觉，你在那叫什么？懒觉，你在那叫什么？懒觉比鸡腿，懒觉比鸡腿。我频道开1年了，从没有说过懒觉这么低俗的字眼，然后我随时可以听到民进党的睾丸懒觉，狗的屁。再播会黄标，这已经不是鬼叫声能形容了。半夜的猫叫村都还比这个悦耳。听完这首神曲，我相信我的听觉神经一定会被当场超度。70万文化部补助，钱从你口袋出，推荐观众进去听个5秒，至少把你的纳税钱听回来一点点。先说好，超过5秒我就不保证存活率了。我很想知道这政党是打算把台湾带到多低俗的领域。这段记者会有很多 bug， 稍微有在追的人都觉得莫名其妙。更奇妙的是 A 小姐也就是玛丽260524在 IG 发了道歉声明，内文是向 K 教官道歉。这边有句非常神奇的用语，指控当事人之后，后面又道歉，并且得到谅解，配合不便向外透露。观众们动脑时间到了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开记者会前他就知道要做一件愧于他人之事了，而且这件事并非误会，否则不会用到谅解2个字。分析时如果讲得太透彻，那是在侮辱高智商族群。这里至少能看出5个问题，有兴趣的留言区交流。压倒性的误会跟道歉，那当初又为何要开记者会？观众们一起来挖挖，我再提示下去就太无聊了。事实上，这个道歉真正的本质是交换。我再提供一个线索，理解兄弟的意思，就看得懂鲍鱼讯息了。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就是先抹再说，反正青鸟买账就算数了，有没有误会，事实是什么，查证义务等等根本不重要。抹黑 Andy 的镜周刊就是这么干的。我在7个月前就介绍过这套抹黑的模式，这种肉搜可以达到强烈的威胁效果，而且还能挖出大量不为人知的黑料。只要你犯过丁点错，媒体跟网军就能抓出来打，直到完全失焦，开始讨论你做人做事上的瑕疵。这些抹黑红黄天天在发生，可悲的是对台湾人有效。信不信把这秦始皇涂成绿色的，青鸟跟南部渔民照样买单。我是秦始皇，其实我没有死，我在陕西有3000吨黄金和300万秦兵被封印，现在只需要2000元就能解封。
支付宝、微信都可以，只要你打钱给我，待我解封之日，我就收你当干儿子，立你为太子。他有一个黑人却演秦始皇，摆明了就一定是假的嘛。我是兵马俑，秦始皇说的是真的。我和旁边300万秦兵蹲在陕西地底下休息了2000年，现在只需要2000块转账到我微信或者 PayPal， 我就能立刻破土而出，重回地表。还有续集啊，兄弟！侧翼网军存在的目的，就是让你觉得他们想攻击的对象每天都在出事。带风向的目的，就是让你忘记真正该重视的事。嘉宁打 Andy 不忠，一堆网红说 Andy 人品有问题。先撇开事实，请问这跟嘉宁家掠夺 Andy 的个人资产相关吗？但是这么打的用意，不就是人类对黄赌毒、黑红黄有高注意力吗？话说，假设有一天鸟饲料用完了，大家可别对这些人扶贫。如果你不小心动了恻隐之心，那顶多送个草莓饼干。小姐，我刚好忘记拿手机。你的手机。好，谢谢。先生，等一下。就是这饼干送给你吃，然后里面有最新的葡萄口味，然后还有原味跟限定草莓口味，然后祝你过得开心一点。哦。先说，我个人认为这些人不值得同情，一定会收起我的同情心。对了，玛丽长这样。接着我们要讨论《镜周刊》这肮脏的垃圾媒体，我甚至做出了黄国昌被造谣的合集，连 Andy 都被造谣了。最近在造谣钟爱，看字数我应该没办法继续做了，刚好今天头在痛，分2集吧。最后我们看一下黄国昌告了《镜周刊》后，竟在法院上说了些什么。我就找律师告他，你有什么话到法庭讲。去年《镜周刊》进电视写一堆我的东西，然后我后来忍无可忍就告了他们。到了地检署，我有一天在开箱他们的答辩状给大家看，你真的看了你会笑死。说这不是我讲的啊，我只是抄他写的，一个变得比一个还要水辣。看了《镜周刊》跟《镜电视》交给法院的答辩状，你真的看了会喷饭。《镜周刊》说有人爆料这样讲，所以他们就这样写。《镜周刊》是法院认证的垃圾媒体，那在里面上班的人要怎么称呼啊？什么是造假？你是造假的帮凶啊！真的，还有脸出来讲别人敢出门说三道四，每次看到你那副嘴脸，我就觉得让人家恶心作呕。要不要脸啊？哎呦，要不要脸啊？我都知道大便是臭的不能吃，为什么一定要别人跟你讲大便臭不能吃，你还要吃呢？乱七八糟啊，搞那什么东西呀？这个才叫做造假新闻。这个自我介绍堪称完美。你开庭的时候就知道了，央广的工程师在法院证述的时候，明白的讲，就是他跟《镜周刊》两边在造谣的。接下来就准备好好的、严肃的面对法律责任。《镜周刊》也蛮好笑的，写那种垃圾报道，到最后完全不敢承担责任。现在在法庭上面证实，《镜周刊》写的全部都是子虚乌有的。请问《镜周刊》什么时候要公开道歉？下一集会讲完靳对钟爱的造谣。